好的，德勤的各位朋友，你们好。然后今天早上非常高兴啊，能跟大家来做一个关于阿里巴巴在数字化和能力层面上面的一些建设的经验，以及阿里巴巴成立羚羊，未来我们现在正在提供的一些服务和我们想创造的一些价值和体系。那大家理解啊，就是我先介绍一下关于阿里巴巴，成立和羚羊，它的一个核心的目的是想完成什么样子一个事情。那对于阿里巴巴逍遥子来说，他想把羚羊和做成其实是连接着阿里巴巴的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这块的能力，然后用数字化的能力去做这样子一个连接。同时能够把阿里巴巴的数字化的能力去赋能这个千行百业提供数字化和服务的能力。那对于羚羊的 CEO 彭星宇，对于整个的羚羊和公司整个的战略和定位来讲呢，他是想把阿里巴巴的这块的数据能力能够形成数据流和打通之后，同时对商业流进行重构。对于工作流进行重构，让我们的商业流能够更好的利用数据的能力去发挥和价值出来。所以它是提供一系列的数字化的产品解决方案以及服务和能力。从整个的发展和趋势来看，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阿里巴巴整个的数字化和能力的产业发展的结构上，我们可以会当成和三段和来看。第一个部分其实是阿里巴巴过去几十年20年在整个的消费互联网这块，其实包括电商、物流、整个的大文娱和体系，都形成了一系列的产品和服务，去服务中国近10亿的消费者。那对于过去大概10年的时间呢，其实随着阿里云、钉钉以及我们在2021年成立和羚羊这块体系之下，对于阿里的定位来说，其实怎么样子的从消费互联网和走向产业互联网这一块这个路径上面来。其实本质上面，消费和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能够更好的去连接在一起，它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它其实是让数据流跟流通起来，让产业和消费能够更好的在商业流层面上面形成更好的连接。那第二件事情呢，是我们会去看到，随着整个的企业对于数字化能力建设的越来越重视，随着整个的互联网和平台的渗透率越来越的提升，我们看到大量的消费和品牌和企业，不管是它在它的生产供应链端，还是在它消费者端，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我们希望积累的这些数据能够更好的被使用起来。通过改造我们现在的这些流程，能够提升整个的全链路生产、营销等等这些环节，它的效率能够产生和价值。那我们看到第三件事情是，嗯，过是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企业正在多个平台上面去经营和开展和生意。不管是今天他们在淘宝和天猫这个平台上面，还是在抖音等等一系列的平台上面合作生意，但现在我们会去看到的一个现状是，各个平台其实都提供了一系列的数字化的产品和能力去给到他们。这些垂直化的这些渠道产生的这些数据，如何商家如何站在背后，能够更好的通盘去使用它，去整个的提升全渠道经营它通盘生意的效率，这是我们关注的事情。那么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看到这样子的阶段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羚羊他想做的事情，就回到我们想做的这3个点上面来。对，大家看到，就是我们很想要有一个很朴素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想打通3个流，第一个部分是数据流、工作流和商业流。那这3个流和怎么样子理解？刚刚有讲到，商家在这商家和品牌企业在很多渠道，以及在公域平台上面，以及在私域自己建设的这些数字化系统，都会形成大量的数据和体系。那我们希望用更加标准规范的数据和体系，把数据流能够打通起来，消除这些数据孤岛。
同时在数据质量安全以及成本管控层面上面，我们都有更好的一些建设。那第二个部分呢，随着数据更好的被应用，我想谈到的是第二个部分是升级商业流。过去我们提供的是一些软件、一些工具，让企业能够把自己的工作流固化成为一些数字化的能力，去提升整个的效率。那我们更加关注的其实是今天商家其实是在互联网和平台上面做生意的比重越来越大，他们要考虑他们的营销和投放，他们的整个的新品研发怎么样子的和整个的平台的这块商业流更好的去连通和联动起来，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那商家也有大部分的一部分的生意呢，其实是在阿里巴巴天猫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将会更多的去把数字化产品的这些能力和天猫商业平台的商业流的运作和体系更好的去结合起来，使得数据在这个工作流和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一个价值。第三个部分大家看到的是工作流，随着我们的数据能力的提升，以及对商业流的利用，它不同的方式的理解，那么我们过去不管是我们线下通过我们自己企业的运作和流程，还是过去已经沉淀在企业当中的一些数字化的工作流，我们会觉得都有一些重构的机会。随着数据和智能和 AI 的能力的利用，我们会觉得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自动化营销，在怎么样子的去多渠道统一的履约和订单处理，以及在企业经营的全链路视角，提供一站式的经营和分析的能力，这些层面上面我们会觉得都有大量的重组工作流的工作，我们可能会去开展。因此，总而言之，羚羊就希望能够帮助企业建立起从无序到有序，从人工到智能，从流程驱动到数据驱动的一种数字化增长的新模式。那在这样子的打通三个流工作的背景之下，羚羊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DaaS。那 DaaS 其实我们通常是层面上面还有一个理解是 Data as a Service，或者说我们叫做 Data Intelligence as a Service。那不管是 Data 还是 Data Intelligence as a Service 背后，我们需要一个结构和体系，怎么样子去承接它。我们理解并不是把数据当成一种商品去直接参与客户和服务，我们需要有4个方面，那就是我们利用 DaaS 这4个字母和开头，我们组成了这个结构和体系的定义，它分别是数据分析和应用 SA 以及客户成功。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分别讲一下羚羊关于在这4个方面我们的一些思考。第一个部分数据，那我们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好的数据我们会觉得由3个部分而组成。第一个部分是关于数据，大家通常和理解的数据建设以及数据治理这个层面上面的一些开展的工作。过去阿里巴巴在10几年的时间，其实我们处理过超过亿的级别的数据，我们横跨几十个业务 BU 不同的业务和单元。这些数据应该如何的被采集、建设、治理以及运营，让阿里巴巴超过80%的员工都能够比较普惠的去使用数据，这是我们这一块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能力。后面我们会去讲到整个的阿里巴巴关于数据治理的核心和方法论以及工具和体系。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对数据资产的理解。那数据资产呢，我们会觉得从本身数据的组成这个部分来说，它有3个部分，就是原始数据，然后你再加工出来的一些统计和衍生的数据，以及基于数据的一些 AI 和一些算法做出来的预测和衍生的数据。这些数据都在不同的场景当中为我们的业务提供服务和价值。那同时我们的数据资产呢，也分为从自己一方自己的因为业务流程和系统沉淀的数据，还有来自于你在互联网平台上面去经营的一部分的公共的数据，然后你也可以第三方和采购的数据，这些都是最重要的一些数据和来源，去怎么样子的去把它聚合好，形成更加丰富的数据资产和体系去赋能业务和场景。第3个部分当然就是要有更好的一个存储和算力和传输。我们觉得由这3个部分和组成，能够构建一个你企业构建好数据的一个前提和基础。那有这样子的前提和基础之后，我们在刚就讲
这些好的数据我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和体系去构建？那阿里有一套 One Data 的方法论和体系，那大家可能也有很多人和听说过。那我们总结下来就是包括3个部分，叫做 One Model、One ID 和 One Service。所谓 One Model 是什么样子的去理解？我们希望构建统一的指标和数据规范和体系，来消除数据的二异性，以及数据的生产和加工的过程当中，大量的一些代码能够自动化去生成出来。减少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一些规范和约束的反放式的一些行为和模式。那有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和体系，同时又能够高效率去生产之后，我们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让大量的来自于不同的数据汇聚在一起的数据孤岛能够消除，能够给企业提供一个尽可能的统一的有宽度的数据。那有了高质量宽度的数据之后，第2个部分我们就叫 OneID，我们叫做核心的商业要素的数据资产化。什么是核心的商业要素数据资产化？其实我们本身一个层面上面，企业经营是运营的是业务，对吧？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运营的业务的过程中沉淀了大量的数据资产，往复的循环和利用，这个体系会变得越来越值钱。那这些核心的数据资产本质上面是对于你核心商业要素的表达和描述。如果我们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这些核心的商业要素的数据化的表达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入，那我们对于商业要素的理解就越来越深。那我们采取智能化，我们有针对性的数据化的运营的手段和方式就会变得更加高效。所以 OneID 是解决我们我们的核心商业要素的数据资产化它的深度的问题。最后一个部分是关于One Service。数据当被生产和加工和提供出来了，要用更便捷的方式去提供统一的服务，也就是我们的统一的服务 One Service 体系，以及在之上去如何构建更好的一些数据应用和产品去提供服务。那我们都是构建在这样子的一套体系，让我们的数据去给业务提供价值的时候，有更好的一些角度产生和价值。那往下一些。那这样子的方法论和体系，我们需要有更好的一些小圈，有更好的一些产品和工具和能力去承载，并不是我们把我们的方法论交给客户，客户在一个自己的工具和体系层面上面去做这一块的工作和事情。这个放屏很慢。好的，回到我们提供的这个工具叫 DataFin，智能的数据构建与治理这样子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把 OneID、One Model 和One Service 的这个方法论和体系都沉淀在这个产品和工具里面。它在向下的引擎支持着企业用不同的数据平台和引擎，包括阿里云的大数据的平台和引擎，也包括开源生态的一些 Hadoop 的引擎，包括实时和离线和计算的能力。那我们在数据资产建设和应用层面上面提供了从数据规划到数据定义，以及集成和研发，以及关于我们的核心数据资产 OneID 体系的建设的标签平台的这样子的能力。在治理这个层面上面提供了整个的原数据的管理标准，以及质量安全，以及资源成本和控制等等一系列的层面和能力。再往上之上，我们提供了一个整套的数据地图的数据资产运营和盘点和能力，那样实现了多元的数据集成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标准化生产和加工，以及治理及运营之后，形成更好的数据和API 去服务和企业和能力。
你按几下回到下面的。第二个部分是关于我们分析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分析的这个部分呢，其实阿里过去10年呢，其实在内部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分析师团队。我们的基层和员工呢，也非常强调自己使用数据的能力去做自主化的分析。那这样子的一个几万人的数据分析的需求和诉求，对于数据团队来说，去如何去承载，我们是做了一些分层的。那可以看到这张图的我们的左边哈，我们对于不同的岗位和角色，从 CEO 到以及业务和一线，我们分别是通过我们的最高层的观星台这样子的产品，到业务决策的门户，到专题分析，到 BI 工具，提供这样子的从上到下的一体系化的产品和工具能力，让不同岗位角色的人享受到工具不同的服务。同时，因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好的数据资产和体系，让我们这块的数据和服务能力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不同的人他基于公共层刚刚加工出来的这些核心和数据资产，他都可以有能力去做自助化的分析。那我们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服务于阿里巴巴集团外部的一些商家和客户。对于外部的商家客户，我们打造什么样子的数据产品，我们就不能提供一系列的直接提供工具的方式，我们更希望提供的是应用和产品。那我们有3个部分的核心的产品提供的是分析和能力。第一个部分是生意参谋，就是对于在淘宝天猫上面几百万商家，他们通过一站式开通一个账号之后，他们就可以全方位的能够看到他整个的店铺的经营的数据和情况，然后经过洞察和分析，然后不管是他们在他们的广告投放、他们的引流、他们等的一系列的运营和动作上面都有一定的指导。第二个部分是什么？有了生意之后是做品类和规划，做品类规划你要上什么样子的一些新品，在不同品类之间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机会，我们会有策略中心这样子的产品去提供支持。它主要是站在行业和类目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市场和机会。那第3个部分是什么？是我要持续的经营的话，就是我的客户和运营怎么样子的做。我们是有一个数据银行的这样子的产品，我们将客户的生命周期划分为不同的一个阶段，它分为不同的阶段之后，我们去提供了不同的运营手段和方法，告诉他不同阶段的客户和层次，他应该怎么样子的去更好的去提升在不同的客户他的整个的客户和池子，他在不同的阶段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手段和方式去提升。对，那么通过整个的分析，我们对于羚羊对于外部和企业和客户，我们提供的能力来说，就2个部分一个是通用分析，就是我们提供的我们的 Quick BI 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和工具，这是中国唯一其实入选 Gartner ABI 分析和报告的一款产品，已经连续4年在这个体系盒里面了。这款产品已经其实是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多端数据可视化和分析的这样子的能力不管是你在手机端、你在大屏以及你在 PC 端，都可以非常好的分析和展现。同时，我们将企业微信、飞书、钉钉等办公和平台也进行了打通和集成，所以在后台加工出来的分析和报表，其实是可以和工作流更好的一站式的去协同起来。那专业分析的这个部分，刚刚有讲生意参谋这个产品和部分，这是对于淘宝和天猫在这个平台上面做生意，它可以做的事情。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我们会讲到，就是今天商家其实是在非常多的多平台上面去做生意，多平台的生意做生意，不同平台之间的这些数据如何去聚合起来，去提供一站式的这样子的分析能力。提供一站式的这样子的，用产品化的手段和方式去承接这些分析和能力，而不是要自己去构建，用 BI 和工具去构建。那我们提供的是精英参谋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好，往下，对。
有关系吧。好，大家看到是生意参谋这样子一个产品层面上面的一个截图，这部分我就不详细往下去讲了，因为大家如果对于商家的全链路分析和经营感兴趣的，其实可以比较关注这个产品的一些详细的一些细节哈。那经营参谋这个产品，实际上面刚刚有讲，我们向下呢，其实把多不同渠道的数据能够集成起来，然后给到商家呢一个企业私域数仓的一个概念。过去商家来说，他只能在前台和产品看到他使用他分析的和能力，他这些数据如何去进行二次加工，进行二开的分析和能力，其实是不具备的。那今天我们的经营参谋提供的能力是把数据和集成之外，我们不仅仅在最上面提供了原来生意参谋一系列的关于基于商家和这样子的经营链路的一系列的分析体系之外，我们同时还开放了整个的开放能力，把数据开放出来，把我们的 BI 和分析的能力开放出来，因此他们可以基于他们自己的个性化的需求，构建自己丰富的这样子的分析和体系。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部分是关于 application 的部分。因为对于应用来说，其实不管是不同的行业，有非常多丰富的应用。那对于羚羊做 DaaS 来说，为什么要做应用，以及选择做应用又选择做哪些部分的东西，其实我们还是有比较多的深思熟虑，以及跟阿里巴巴过去合作过的一些工作会进行有机的结合。因此我们去分析来是说，关于在整个的商家，其实他们在经营链路的过程当中，最核心的3个环节，其实是售前、售中和售后，分别对应到的营销、履约和客服。履约也就是我们的场销部分，我们分别提供了营销云、场销云和客服云这样子的3个部分的产品。那我想讲这3个产品，其实市面上面也有非常多不同的厂商，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也提供了非常多丰富的产品。那对于阿里去做 application 和做应用，我们更加强调的是智能驱动的工作流的方式。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下面的一张表格，其实不管是售中和售前、售后，我们强调的其实是要从洞察到匹配到触达这3个部分如何去更好有机的和协同起来。其实包括售前我们要洞察，要基于人群和洞察。我们在售中的部分，我们需要售中的部分，我们为了完成更好的履约，我们需要去做更好的就是做售中的部分做履约，我们要提供更好的做销量预测。因为我们的洞察部分，我们只有知道了更好的销量，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做仓货匹配，最后我们来去形成最优的成本和履约订单的一些服务，去触达整个的我们的业务和工作流。所以每一个部分我们都是按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和逻辑去进行组织的。对。这个部分介绍的其实是我们关于新品和创新部分的一个能力。其实新品创新这块，关键是阿里巴巴过去和积累的大量的消费数据，以及产品数据，以及一些流行和趋势的数据。那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做趋势洞察、人群洞察，最后在我们在执行环节去更好的去做好创意，做好我们目标人群在营销阶段的整个的圈选。到权益的设计，通过不同的渠道的选择做营销投放，再到多点的和触达，这是我们去经营和这样用数据化和驱动做新品创新，以及到最后的
营销和销售这个环节的全链路数据化驱动。对应到底层和数据和能力和支持，就刚刚我有讲，其实我们对应到新品企划，我们有品牌数据银行，然后我们对于不同品类的洞察，我们有策略中心，同时我们对于消费者运营之外，提供了有盟的一些数据的支撑和能力，我们也提供了关于 CDP 这样子的产品和工具能力，去更好的去支撑把这件事情可以去做好。看一下。对，关于整个的消费者运营和打通，其实阿里做过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我举两个小例子，一个部分是大家能够感受到的，在天猫和平台上做88 VIP 的整个的会员和体系，其实是把各个链路的不同的一些产品和服务整合成为一套和会员体系，背后其实是对于我们会员和体系的打通。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其实是在做给商家提供的一个工具，叫做全域会员。大家对会员大家都很理解，其实现在的现状是，其实不同的商家在不同的渠道，甚至是在某一个店铺，形成了非常多的会员和体系。我们想要给商家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是他能够一键入会。站在品牌的角度，他在一个端上面，当感兴趣、成为同意和成为这个会员的时候，他会在阿里巴巴的所有的平台上面完成一键入会。这个一键入会之后，整个的权益也能够在多个平台里面去进行打通。这是我们提供的一个给商家提供的工具，帮他们更高效率的去做自己的会员的增长以及会员的运营。那最后一个部分是关于客服体系。其实整个的客服体系，阿里巴巴其实每天有上百万的客服和咨询量这块体系出来，除了提供日常的一些客服体系的支撑之外，重要的其实也是我想强调的是背后关于数据和体系的一些支撑，就是我们把服务的相关的一些数据，然后再去抽象出来一些特征的一些标签，能够提供更好的智能化的服务和能力去服务不同的我们不同的一些消费者。消费者其实在多个端之后去接入整个的客服和体系之后，通过人工和智能自动化和结合的方式，去承载着每天上百万的整个的客服和咨询的量。那最后一个部分我想讲一下的是客户成功。关于客户成功这块，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如果企业要更好的做好自己的整个的数字化能力的建设，它需要组织、人才和文化三个部分全方位的配合和在一起，再加上上面讲的关于数据分析应用的这些能力的一些结合，才能够更好的把这些体系更好的去把它用起来。那我们谈谈这些部分，我们可以做的一些部分的事情。其实这个部分的事情呢，其实阿里巴巴其实过去20年，其实服务于阿里巴巴和自己的这些业务和 BU。那我们成立和羚羊之后，就希望把我们的 DaaS 的这个体系，通过我们这样子的优先一个结构，去赋能各个不同的一些行业和客户。今天我们确实也服务了不同的零售、消费、汽车、烟草等等不同的客户。我们两个希望和目的，第一个部分是其实帮助这些企业和客户，成为数字化的领头羊，在各个领域里面数字化能够建设和领先。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是，很多一些企业开始关注自己的数据能力以及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建设能力，他们希望把自己的数字化的能力以及行业的经验和能力去进行结合，成为这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的领头羊，去更好的做好这个产业的服务。关于这个方向上面，羚羊的一些产品和服务能力也会跟他们继续进行有机的去结合起来，能够和这些行业的头部的企业打造不同的行业和领域里面的解决方案。那对于羚羊来说，要做好这件事情，我们提供4个部分的一些客户成功服务。一个部分是客户和咨询，去能够从业务问题的视角去发现一些问题和做事情的一些角度，然后执行的路径。
那当我们确定了这些执行和路径之后，就是我们的技术交付，以及我们在业务和运营陪跑。所谓的业务和运营陪跑，是指商家在一个阶段的过程中，他想达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业务和目的的时候，我们如何和他们建立起共同的计划，其实是我们深度参与他们的业务和运营的工作和过程当中。对，这就是有效的，我觉得是和商流更好的结合的一种表现。最后一个部分是提供一些人才和培训的服务，我们也会把我们培养的一些阿里巴巴过去内部建设的一些人才，然后通过这个优薪结构和流动的方式，流动到各个和企业里面，成为他们在整个的数字化建设过程当中的重要的一个成员。对，所以整体稍微和总结一下整个的巴巴羚羊这个部分呢，是来自于阿里巴巴自己内部和建设的一个团队。同时呢，我们希望把这些能力呢，以一个完整和体系，然后去提供给不同的企业和客户。同时，羚羊呢和阿里云的关系呢，我们既和阿里云互为生态，同时呢，我们也支持多云和多平台和部署，对吧？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体系，我们会站在商家、站在客户的背后，是以什么样子的更好的技术、更好的解决方案去提供给他们。我们不再关注的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平台上长着什么样子的技术。对，我们过去其实也服务了非常多的客户，这些只是客户名单当中的一个部分。对，我今天的分享和内容就介绍到这里吧，欢迎大家如果有进一步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线下交流，谢谢大家。